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10号，星期五。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3247人，确诊人数是222662人，死亡率是10.44%。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283人，确诊人数是404650人，死亡率是7.98%。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35156人，确诊人数是3162346人，死亡率是4.27%，恐惧指数是29.26，油是39块5毛9美元一桶，黄金是1807一盎司，小麦和糙米的价格还是保持稳定，瘦肉猪和牛肉的价格也是相对稳定，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01分兑1美元。2/3的纽约人是租客啊，这也是让纽约市成为全国最大的租房市场。纽约市的房租呢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大多数租户的收入呢至少1/3用来支付房租。那么根据代表纽约市业主叫做社区房屋改进计划协会它的数据，自3月份以来，随着失业率的飙升，那么纽约市的公寓租客中呢，有1/4没有付房租。那收不到租金的房东，他只好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各种账单。纽约市呢，也因此出现了数亿元的地税延期支付。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联邦政府呢没有计划对房客有什么救助。纽约州呢将禁止驱赶房客延长到了8月20号。期间禁止住宅建筑和商用建筑的房东驱赶租客，不过呢，房东呢是可以对拖欠租客的住户呢寻求仲裁。虽然租客不会被驱赶，但是他欠下的租金呢还是要逐月增加，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用，增加下次租房的难度。对于房东来说呢，问题不仅是收不到房租，还会面临着房客搬出后更难找到新房客的状况。新冠疫情啊，对于整个纽约市的租房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曼哈顿、皇后区和伯克林他们的租房签约量都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那么如果拖欠房租的现象不断恶化的话，或者是持续时间过长，很可能就会对日后的纽约租房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房东在挑选房客的时候呢，会更加谨慎，房客呢也要花更多的时间找房。打个比方啊，在曼哈顿啊，比如说在纽约大学附近出租的公寓，目前的空置率是17%，因为大学生在过去几个月呢，他们都回到父母身边居住了。疫情期间呢，纽约市的租屋市场恶化，出现了房客是无力交租，房东没钱交地税的状况。普通的统仓啊，这我们叫 studio 呢，通常的月租金是2600元，现在是只需要2300元。那么有工作的租户呢，越来越难找，而很多房东提供免租金1个月，而且支付中介费用。那么比如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话，那么很多的房东可能被迫出售房屋，因为在出租公寓中有近40%的租户在6月份没有交租。那么根据地产网站 Rent.Hop 公布的报告指出那么纽约市是约有147000间公司获得了款项，是用来支付员工的薪资和相关的营运支出。但是成功获得 PPP 款项的企业呢，多数呢就是集中在曼哈顿、中城等较高收入的社区，而皇后区、法拉盛、伯克林还有巴斯海滩的中产阶级和劳动社区呢，获得 PPP 款项的几率非常低。法拉盛市中心呢，小商家获发了 PPP 贷款率呢，是全纽约市最低的地方。有数据显示伯克林呢叫做 Greenpoint 商户，虽然只有1782户提交了 PPP 申请，但是多达1394户商家获得了 SBA 的贷款，成功率78.2%。法拉盛市中心呢有2381家企业申请，只有913家获得款项，
成功率只有 38.3%， 成为全市拨发 PPP 贷款率最低的社区。SBA 这个第一批款项啊，多数拨给了规模较大的公司。那获得疫情初期免交 PPP 的 program 的法拉盛的申请者几乎全部被获得拒绝。但是啊，即使批准的话，由于商户此前报税较低，那么获得贷款的金额也较少，所以 PPP 呢最新延迟到了8月8号，对于法拉盛的小商家呢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当前餐饮业呢比较急需重新开放堂食，赢回人流来挽救生意。当然，短时间内啊，舒缓商家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有些作用的，但是无法起到长期的作用。国庆节当天，川普总统是签字了要求延长小企业的贷款保障计划。那么 PPP 计划呢，将继续接受小企业申请，并且延长到了8月8号。同时，政府也报告说，还是有1300亿美元的资金还没有使用呢。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国会曾经在3月份推出小企业工资保障计划，480多万的小企业主通过了这个计划呢，获得了52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如果您现在是申请者，或者还记得当时的情况的话，在最初5200亿的发放中啊，几乎可以用疯抢来形容。不到2周的时间内，第一轮资金就全部用完了，很多小商业主甚至还没有开始着手，就等来了拒绝。鉴于这种情形，国会推出了第2轮资金补助，而这笔钱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目前还剩下1300亿元没有用。所以当下，如果您是小商业主的话，千万不要放弃这笔 PPP 的钱，叫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根据规定，第一类自雇者、独立合同工和在 PPP 申贷时没有员工的个人公司。那么第2类呢，是在规定的公司涵盖期或选择性工资涵盖期内啊，于2020年1月1号到3月31号期间相比较，没有减少任何员工年薪或小时工资25%以上。那么个人工资的封顶是15385元。同时，在2020年1月1号到制定的工资涵盖期结束之前，也没有减少员工人数或者平均员工工时的申贷者。那么第3类呢，是包括了在规定的工资涵盖期或者选择性工资涵盖期内，于2020年1月1号到3月31号期间相比较，没有减少员工年薪或者小时工资25%以上，并且无法在疫情期间恢复到2月15号之前生意的相同水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就是业主啊，他必须遵守美国的联邦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长，还有美国 CDC 主任和美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在2020年3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发布的有关 COVID-19 的保持卫生标准、社交距离或其他有关工作和顾客安全要求的规定。那么你就可以按要求填写3508 EZ 申请表，整个表格只有3页，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查找有资质申请 PPP 贷款的机构呢，那么可以上网 www.sba.gov Paycheck Protection Fund， 你可以填好了信息后，把表格交给银行、信用社或者别的贷款机构，也可以在 PPP 贷款审批银行网址上填写这个表格。此前发生过啊，有一位华人的奶茶店店主啊，自己拿了9万，但是花不出去。在法拉盛经营中药店和奶茶店的这个庄先生，他依靠2家店面分别申请到了3万元和9万元的 PPP 贷款，并且在5月6号收到了贷款。以奶茶店为例啊，9万元的贷款基本上是可以支付员工2个月的薪水。那么从本周起呢，他也将原本停业的奶茶店重新开张，准备恢复每日营业。但是如何把原本30多个员工请回来呢，却成了问题。那么根据联邦小商业署的规定，如果商家将至少75%的 PPP 贷款用于支付员工的薪水，那么商家有可能免于还款。但前提是从收到第一笔 PPP 贷款的日期算起，商家必须保持支付员工8周的薪水，并且员工人数必须和申请时的人数一致，否则贷款无法全免。无法免除的贷款需要以1%的利率在2年内缴清。按照这个规定，只能请回6、7名员工的庄先生呢，很可能就不具备贷款全免的资格。
不过庄先生2个月前的问题呢，现在已经很少再发生了，因为随着复工的不断开始，纽约已经有很多人陆续回到了正常生活中。现在对于业主来说呢，这笔钱真是不拿白不拿。华人商家记住了，千万别客气，赶紧申请。根据统计啊，全美有1/3的劳工家庭啊，他有未满18岁的孩童和少年。全美可能有1半的托儿育中心倒闭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呢，使很多学校和幼稚园呢无法开学，家长为了照顾小孩呢，只能先放下工作。根据东北大学对于2557名有工作的父母调查，13%因托育中心不足必须辞职或减少工作。调查还显示，为照顾小孩，每周必须多花8小时，等于1个工作日。这时候的社会阶层差距又展露无遗。大企业比较能够提供白领员工在家工作的空间，但蓝领阶级或者速食店、超市或者护理人员必须的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呢，他们就缺乏时间照顾孩子。他莫过于受疫情冲击最多的这种低薪的女性员工。虽然找祖父母带小孩是可能的选项，但是在疫情期间风险还是很高。如果薪水不够高，可能无法负担昂贵的保姆费用。那么全美国有11%的劳工，大约是1750万人，必须要自行照顾孩童。那么如果根据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的直言说，如果再不开学的话呢，很多人呢就没办法工作。那么很多的家长就因为他找不到托育中心，被迫呢在工作和小孩之间选择2选1。很多家长说，我不得不辞职，特别是低薪的女性。那么过去呢，他们能够撑得起家计，但是疫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当然，并不是公司允许在家上班就一切妥当了。那比如说，如果家里有2个小孩，那么呢，丈夫呢，如果是得到工作现场工作的职工，那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有的时候在家里工作往往会受到照顾小孩的干扰。我们都知道制裁华为的事情可以算是一个爆炸新闻，现在成了很大的热点。对于后续的发展呢，我们也很关注。但是近期美国突然下令要拘捕陈正坤、何建廷和王宇明3人，是美方怀疑他们是商业间谍，窃取了美国的商业机密。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无疑的让中国人想到了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当时美国也是对华为进行了百般刁难。华为是作为这个孟晚舟作为他这个高管呢，2018年12月1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加拿大的警官要求后者配合调查，那么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那么目前呢，我们虽然知道真正的操作方是在美国，但是目前随着这个案件的发展，还是在等待中，还是在加拿大。随着 5G 的快速发展，华为它在自主生产芯片领域呢，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权。美国当然是不能看着华为继续做大了。美国突然下了个大指令近期就是要抓捕晋华总经理陈正坤、联电工程师何建廷和王永明，原因就是因为怀疑他们泄露了美光的 DRAM 技术的商业机密。美光科技是在建造行业里可以说是鼎鼎大名了，它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它出口最多的地方呢就是中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2015年的时候呢，陈正坤所在的公司宣布破产，那么美光集团呢将它收购。陈正坤呢也因此加入了美光集团，2年后离职进入了中国芯片公司晋华。在2017年的时候呢，美光曾状告陈正坤涉嫌出卖美光资料。在对簿公堂以后呢，法院宣告陈正坤无罪。虽然在当时的结果看呢，陈正坤胜诉了，但是美国并没有放过他。他把陈正坤所在的公司加入了黑名单，不管是进出口还是政策都进行了管制，让晋华举步维艰。这一次美国再次拘捕这3个人，很可能是针对中国的芯片。美国想要借助这个事件呢，让中国的芯片产业出现了停滞，和当年的孟晚舟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那么晋华很大的概率呢受到了影响。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制裁上，
美国当然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这次行动呢，也是蓄谋已久。毕竟3年前的事情，美国还要翻出来，已经是号称无罪了，还要进行抓捕。那么这些年的华为、中兴都遭过美方的打压。那么美国还会在未来继续变本加厉的采取各种行动。很有意思的啊，昨天我们谈过了人眼识别，直接牵扯到了侵犯个人的隐私。而现在澳洲呢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啊，就是澳洲呢极力反对的这个无现金的社会。澳洲呢和美国一样，意识到了最终将不可避免的进入到可怕的无现金的社会。为什么每一个人啊，尤其是自由世界的人民担心啊这个无现金社会的危险呢？我相信很多人啊也是懵逼或者是糊涂的。那无现金社会不是很好吗？在中国啊，近几年啊，我们都记得用微信呐，用支付宝啊，近几年的发展在中国非常迅猛，而且成效颇丰。去年的支付宝和微信呢，在中国举行的无现金的城市周、无现金日等等活动，每次回国的时候啊，那么国内的朋友都自豪地说啊，出门不用带钱，带个手机刷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就行了。就连买菜的大妈、大街上的乞丐，那么收钱也是用二维码了，还有收废品的。电子支付呢，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持欢迎态度的。那么这么方便的无现金社会，为什么美国人、澳洲人对此有深深的顾虑和质疑呢？澳洲人呢，道出了后面的原因，确实值得国人的思考。无现金社会啊，是新时代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意见。你进入了无现金的社会，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支付的行为只能通过少数几个金融机构搭建的支付模式进行。你如果不使用它这套支付模式呢，那么在社会上就无法生存，一天都活不下去。因为你买不了吃的，买不了喝的，买不了用的，无法出行，这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强制和压迫。而你不能摆脱它，你摆脱它，你就没办法生存。同时还认为进入了无现金的社会，因此你的口袋里的钱呢，就变成了只是某几个有限金融机构里的一个数字而已。那少数的金融机构呢，就掌控着所有国民的命运。或许有一天啊，你一觉醒来，就因为某些天灾人祸或者是其他原因，你的钱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而且你将一无所有。所以对于美国人、对于澳洲人来说呢，现金是不得已的底线。推进无现金社会，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自己财富的掌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容忍不了的。这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那么理论上啊，我们以前发现过啊，那么很多时候人们是为了一些便利而放弃了某些选择和某些权利。那么一个无现金的未来社会，如果是让更多的权利呢给予了金融机构，来交换无需携带现金的便利，这是一个你的付出啊。然而一战和二战后，德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在货币上都经历了一次崩溃，那么他们的人民对自己突然间就一无所有有了痛苦的体会。同时08年的金融危机也证明了他们并不是那么可靠和可信的，这是指所有的金融机构。那么无现金社会呢，有何隐私权可言呢？那么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是要用电子支付，这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支付行为都在某些金融机构的监控之下。那么你买了什么书，你去过什么地方，你吃了什么东西，你住过哪些宾馆，进行了哪些娱乐活动，那么你已经下单还没有去的支付行为呢，将会暴露你将去哪里，你要去做什么，还要去吃什么，要去住哪个宾馆，要去进行什么娱乐活动，细思极恐。那对于极端重视隐私权的美国人、澳洲人来说呢，这样的无现金社会他们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不可否认，电子支付使人们生活工作中的支付行为变得更方便快捷，但是呢，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呢，它的好处就仅限于此，它的弊处却是多多。比如说啊，无现金社会呢，它有一点非常可怕的，就是在突发灾难的情况下，你没有移动网络，也没有电力，你没有电池了，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消费，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只能使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说，现金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包括美国，包括澳洲，除了在否认无现金对于未来有多么大的好处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的国内呢，在政府的领导下，在推行这个无现金的支付，最终你会发现它的恶果。那么恶果是真的会发现，当你的所有的财富变成数字的时候，那么它就有可能随时消失。那么如果它没有消失，你的手机呢也会随时没电。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